知道。我们到韩国。韩国。对。大家，我们终于抵达了。我们今天住的是孔德站的乐天 City 酒店。好累哦。我们已经尽量去选择一间在地铁站正上来的那个 hotel 了，结果它真的还是离我们下车的地方要走大概5-6分钟左右，要绕来绕去。因为你的空气很冷，那个手都是冰冻的，然后你就这样推着行李，那个手不行。对，首尔真的超级冷。看上去这间酒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你打开门之后，它这边还做了一个小小的玄关，还蛮漂亮的。然后我们一个双人床，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桌子。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是6楼，看一下外面的景色。也还不错，其实看出去还蛮辽阔的。主要它的浴室呢，因为它有浴缸，我们现在出门都会喜欢跳浴缸，因为小李喜欢泡澡。免治的马桶，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这个盥洗台居然是做这种玻璃透明的，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4个晚上这样子的双人房，然后可以2+1睡，总共是17000，一个晚上大概4000多。因为我们现在有小孩啦，我们觉得要睡好一点，就是要干净一点。我觉得以这个价位的饭店来讲的话，还 OK 啦。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喝一间排骨汤。那个小柯他人现在韩国，然后他要来这一站找我们吃这个，已经有点像宵夜了啦，有点像晚餐。你还好吗？是不是很冷很冷？我的手都要变冰块了。晚上10点整，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离我们饭店大约走路10分钟左右，24小时的，它好像是一个连锁的排骨汤。哇，好丰盛，好丰盛，好丰盛！欢迎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小柯阿姨。谢谢，我现在是姐姐，不好意思。小柯姐，我去嗨的。今天你不是一个人单独来，今天惜家带眷，你还敢去夜店？而且还有本尊在这边呢。对啊，你心脏很大颗哦。我揪他一起去，他自己不要的。哦。这个是辣豆腐汤。哦天哪，这个石锅饭，哇，这里居然有 wasabi 的酱料，好香哦！它的煎饼好好吃哦，外表真的有点酥酥，它的味道很够，然后泡菜的味道就是真的又比较不一样。韩国的猪脚真的它的味道很不一样，就很 Q。我觉得它汤特别的味道是因为有这个叶子，会有一个呛呛辣辣的味道，非常非常大块的排骨，它这个骨肉应该是非常分离的，道地的韩式石锅拌饭呐。大家如果喜欢吃锅巴的话，记得把它粘在那个锅因为沾的牙口不好，所以它应该是尽量把锅巴给扒掉。第一餐我觉得吃到韩国正宗的这种排骨锅，真的是有一种很暖心的感觉，然后觉得爽，这就是我要吃的。那我觉得这家店呢，就是连锁店，猪脚好吃，白斩肉好吃，可是我觉得都有更好吃的店。那我觉得这一家的话，绝对是大家在宵夜或者是晚上抵达韩国很棒的选择，因为它就是24小时的连锁店，品质吃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那我们要回去睡觉，好冷哦，明天见，晚安。现在几度啊？看一下。天啊，我们好像冬季恋歌哦。天啊，我们好像在演韩剧哦。喂，不是这样带吧？第一餐我们现在来吃的是无垢屋。出外靠朋友，我们感谢小柯和红红一早先帮我们排了无垢屋辣味炖鸡，然后跟清曲炖鸡，上的话是一个汤，然后一个饭，然后一盘鸡肉，然后跟葱，然后还有人参跟蒜。你可以先喝一口原味，然后之后再把它放进去。这间在网络上爆红的无垢屋，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而且它现在已经不能抽号码牌了。它跟我想象中的人参鸡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中的是那种包着，里面包糯米嘛。对，它把它分开来了。可是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带小孩来吃的话，像弟弟就可以吃到纯粹是饭配汤，然后配鸡肉，不会有人参的味道。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提早1个小时先过来抽号码牌，然后就到附近的星巴克坐一下。你觉得无垢屋这间店怎么样？因为我真的是喜欢传统的，所以问我好像不准，它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害怕，我很害怕会有鸡肉味，因为它的那个味道比较淡。它其实汤已经很浓郁了，可是相较于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人参鸡，好像又没有那么浓。这边是景福宫，就网络上面先约好汉服。是可以很顺的连在一起的行程。这间闺秀韩服是上网预约的啦。其实这附近有非常多的韩服店，那如果你现场有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询问看看。一进来是一个还蛮舒服的空间呢。其他男生的搭配这里就有一个还蛮完整的目录，直接给你选的，你不用一件一件挑。女生这边整个衣服架真的是满到不行哎。非常多颜色可以选。我们这次有上网预约的话，它会多送1个小时，对，所以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先上网预约。哦，是弟弟在换衣服吗？
换好了。你也换好了，我们一家3口都好蓝哦。这就是新式和旧式的韩服吗？对，这样子一比较起来，你们2个真的是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儿子。谁是爸爸，谁是儿子？你觉得呢？这个很明显吧？想必不是我吧？就是你。抵达景福宫这边，其实路上非常多穿韩服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穿着韩服来这边是一件很害羞的事情。而且只要穿韩服进来是不用钱的。这个景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景色。好可爱你看他们2个了，他们2个现在在给我演 MV。那我们也不遑多让吧，你从这个柱子走到这个柱子来，你自己心里要有韩剧的配乐哦。不是这样，这么快乐。跟大家讲一下，这款暖包詹推荐的，他说超级热，我自己摸起来是觉得的确比那个小白兔的还要热一点。这个最高会到70度呢，所以它是有可能会烫伤的。像红红这样子自己带着专业相机出来帮女友拍照的男生真的是不多了。很抱歉，我没办法成为这种，我是拿录影的。我是录影系的，而且我会把你剪的就很好笑。你看你会打哈欠了，哈欠特辑准备了吗？大家觉得大家来这个换韩服哈，好玩是好玩，可是大家那个时间上面可能还是要考量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12月底，然后我觉得有点太冷了。那基本上呢，大人是没问题，但是小孩会有点受不了。我在这个韩服店附近呢，找了一间巴斯克，还有冰美式。来韩国就是要喝咖啡。我觉得它的巴斯克很好吃，它里面吃得到那种绵密感之外，它还有一点点焦香的。这个真的蛮好吃的。对啊，就是我有点觉得韩国的很多咖啡厅都会拿出你意想不到的那种好吃的东西。它就会是大家说的人参巴斯克。这一家的巴斯克你们可以来试试看，尤其是换完韩服之后来这边吃一块蛋糕，然后喝一杯葡萄柚茶或者是咖啡。我们在对面那个地方还完韩服之后呢，过一个马路过来。这一间是詹找到的紫菜包饭，可以介绍一下这间店吗？没有，它就只是纯粹是我想要吃紫菜饭卷。哦，就这么无聊吗？看第一份，弟弟你的手不要急，等一下啦，会给你吃。不要急，你这样手会油掉，因为韩国的这个寿司饭卷，他们上面都会涂满满满的麻油。哇，你看它里面这个原味哈，有这个腌萝卜，然后蛋，还有黄瓜菜。这个汤饺也蛮好吃的，真的就是清汤饺的味道。天气冷的时候吃这个最棒了。我觉得这一间就是想象中韩剧里面他们可能下班会去吃的那种小吃店的那种味道。我觉得很棒哎，我喜欢。吃完晚餐之后，我们直接搭公车直达首尔站。我们现在要来这边逛乐天Outlet，在乐天Outlet旁边呢，就有这个乐天超市，这个就是首尔站的必逛行程啦。圣诞节的首尔弄得很漂亮哎。我们现在呢，就是快速的买完东西之后，我们就先回到孔德站，我们要吃宵夜啦，吃烤肉。詹找的兄弟烧肉，它的中文翻译很奇怪，他说兄弟的特殊部位。这家是炭火烤肉，我还蛮喜欢炭火的，因为我喜欢它的那个炭香味。然后它有卖牛肉、猪肉，那因为我们是很爱吃牛肉啦，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主要会以牛肉为主。哦，他也太客气了吧，他还问说 May I help you？ 当然可以啊，我们需要，非常需要。然后我们今天点的是牛肉拼盘，看起来超好吃的，就是很韩国牛肉的特色。你看，它就是这样子把这个烤肉烤完之后，就把它放在烤盘的旁边，让我们享用。连杏鲍菇都烤得这样子水嫩多汁。有人帮你烤好这么漂亮的肉，然后放在旁边控制熟度，夫复何求啊！太棒了，你又成功了，这就是我要的烤肉店。我觉得它完全就是我想象得到好吃的韩国烧肉，加这个 wasabi 也很好吃，它 wasabi 不太会呛，这个甜甜，然后 wasabi 的香味。我觉得这家很好吃哎，有一个很酷的辣椒酱油，它这个可以沾着肉一起吃的。哦，你这口看起来好好吃哦，有一个焦香味，剥皮辣椒的感觉，一点点，但没有那么辣，所以我觉得是好吃的。大家可以加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小排耶，非常的软嫩，非常的好吃。这家很可以耶，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之后如果住孔德的话，我会想要再来吃。第3天的第一餐，我们来吃的是新春奶油排骨。放眼望过来，里面真的是人最多的一间店。那它还蛮特别的是呢，
它旁边这里有一个取暖的地方，还有一个帐篷。对，这个里面一进来温度就不一样了。它就放一个暖炉在这边，然后我们就坐在里面好好的排队。Hello， 咪咪。上菜喽！这个第一道就是奶油排骨，不辣的。哇，这排骨看起来很好吃，它是牛肉排骨，各位。它直接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熟的状态了，所以它其实就是大概2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享用了。这个牛肉排骨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一咬就可以烂掉、就化掉的那种感觉。不过2锅其实都有点辣辣的，可能另外一锅的辣是真的比较辣，然后奶油的辣的话是比较顺口的辣。就是它的那个 cheese 玉米也很好吃，它的甜味蛮够的，然后它的奶味也很够。大家知道，身为一个淡水人，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阿给，它就是冬粉。它这个冬粉也是放的没有太客气，然后它扒附着那个奶油辣酱的那个酱汁，就吃起来非常的爽感很够。那个肉酱炖的蛮好吃的，很软，对不对？2位今天要回台湾了，我们正式要进入没有行程的。很多事可以做。小柯走了之后呢，我们只能很无聊来逛百货。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鲁怡岛的现代百货，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在外面走来走去。我觉得这边真的很神奇耶，为什么它每一间这个甜点店跟衣服店都有做一个融合？就大概2、3间都是衣服跟甜点店坐在一起，然后旁边还有就是位置可以坐啊，感觉是一个复合式的商店。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们抵达了这个现代百货的楼上这个海景这一层，我们弟弟买了乐高，现玩现拼的，然后我们刚好在他拼乐高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的蓝屏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好，我们现在就在这边稍作休息，等一下晚上去宏大吃烤肉好了啦。不错哈，哇，我们真是变了一个超费行程呢，这就是我们平常来说的样子。拜托，有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行程要来说的话，都揪我们，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哪里好玩。真的。在百货公司耍废拼完乐高之后呢，我们现在抵达的是宏大站的这间店，沾枣的，一样是吃牛肉的。马上上菜了，它这边就是牛小排、牛肋条，然后还有一份牛排。哇，不过这一家就是没有帮我们代烤的服务了啦，就是变成我们要自己抓那个熟度。这家牛肉还蛮好吃的，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有点被养坏过头了，需要店员帮我烤，还可以啊，还 OK。那我觉得比较就是普通的 OK。可以，快来吧！好，到了，我们到了。这个12月31号，就是今天才刚开的一个冬天才有的游戏场。它是一个很好玩的甜甜圈滑雪溜滑梯，希望我们可以进去。它只看到5点，一个人是6000块钱，小朋友3岁，我们不用算钱。直接进去 ，Go！ 今天是平日，可是我觉得人还是蛮多的哦。它前面有一群小小的，感觉是滑梯溜下来的地方，然后大家在这边排队玩这个甜甜圈溜滑梯。我看他们溜下来，超快的哎，而且它是会蹦蹦蹦蹦到这边的墙壁。我们现在先一关一关来好了啦。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小小下坡的雪橇开始。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是不是蛮好玩的？觉得这个最累的是父母啊，好累哦。而且我觉得所有这种地方可以让小孩子这边玩雪，真的很棒哎。而且这是在市区，很简单就可以到。这个地方真的很赞呢，我觉得很好玩。爸爸想要去玩甜甜圈可以吗？啊，如果你不想玩的话，你就在下面看爸爸玩，好吗？要玩。你要玩？好啊，那你就跟我一起来玩吧。加油，宝贝！怎么了？怎么了？你不喜欢哦？你觉得太可怕了吗？他刚刚下来好像脸有点晒，而且他还会这样转圈圈，对不对？转圈圈，你有吓一跳是吗？而且大家要小心，我有看到有小朋友撞到，然后有一点流血。哦，对，大家真的要小心。对。不过你基本上在那个甜甜圈里面，就任它转，然后转到后面的那个墙壁。拍！好可怕！怎么样？我停不下来，然后我又不敢用脚去刹车，所以只能到最后墙壁这样上来一下。好玩吗？好玩，我觉得你要体验一次，你先体验小的。不用，好冷，太冷了。你在吃什么？解渴兔吗？
你也知道它是冰可颂。我觉得来韩国真的就是不断的跑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而且我们是跑那种连锁咖，我们也不是找什么厉害的咖。我们已经玩完刚刚那个地方，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玩，但是因为天气实在是很冷，所以也没办法玩太久，我们大概待1个小时左右。其实这边很多当地的年轻人都会去进来玩，有时候是一群朋友，可能就是 Ariel， 然后小粉红，我们揪一揪就会来玩的地方。那真的很便宜耶！它有点像是一个这个季节到了就会有的一个公社。太好了，我们终于不是批人行程了，我们今一天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够了。我们等下就要搭计程车回去饭店。晚餐我们来吃的是这个一片里脊，它是一个高级的韩牛店，在弘大这边。就是坚持要吃牛肉，吃到最后的那个。它的这个锅子还蛮特别的，就是它是升起来的，然后等一下会放炉火在里面。然后我看别桌都是有专人服务代烤的。哇，这个肉品哦，我们这样虽然看不太懂，但是看起来肉质非常的好。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子，有人帮忙烤，我就很开心了。它这个烤好的部分，它就会放在锅子的边边。那你如果不想要吃那么深的话，你其实可以像沾一样再去回烤。很好吃啊，波。真的，我跟他说晚安。这真不愧是好吃的韩牛哎，而且它的肉质很软嫩，所以它就算一大口，我觉得弟弟也 OK。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是有特别好吃的。这一趟吃到最高级，然后也最好吃的啦。59分啦！59分了，快！13在哪里啊？11、10、9、8、7、6、5、4、3、2、1，新年快乐！哎呦！我们成功跨到年了！新年快乐！是去年的食物，你今年还要吃啊？那你不要吃。新年快乐！大家晚安。新年快乐，晚安，妈妈，晚安，爸爸。大家早安，我们错过班机了。我们原本预计要去搭早上的班机回到台湾，结果呢太冷了，我们就睡过头。我们索性决定把班机改成晚上的。好任性哦！好任性，真的好任性。这一家有获得这个必比登推荐啊。本身的咸味非常的淡，几乎就是那种牛骨高汤，然后可能加一点点盐巴提味而已。难怪它旁边要放那个盐巴还有胡椒。不过它这个汤真的很特别，它只要加了胡椒，然后再加了辣椒，它每个风味吃起来都不太一样。甚至你可以把泡菜剪一剪放进去。对，这是第二种吃法。我知道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牛肉版的猪肉汤饭。你不要学我，我跟你讲，我在心里真的这样想。是哪一个小朋友？好可爱，好可爱的小朋友，靠上来。现在就是我带着弟弟我们要先去机场的那个 SPA， 叫做什么？一时间忘记了，叫做什么？弟弟，那个叫什么？寿喜烧？不是游泳池，汗蒸木啦，汗蒸木。汗蒸木本身，因为我们没有去，我们只有2个小时。我想说，好，我们去洗个澡，然后稍微把衣服换下来，因为到台湾就没有那么冷了。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大浴场有点像是 APA 的感觉，甚至再阳春一点点。那桑拿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因为韩亚航空或是大韩航空卖很多那种转机很便宜的票，然后可能都会有其中一趟是要 layover 1天的，就是可能你有晚上到，然后隔天早上班机。这个地方或许你可以直接来这边桑拿睡觉，应该是蛮舒服的。一个人是11000。那如果你要睡觉的地方的话，它最少的话就6个小时起跳，一个人就点22000。你觉得好玩吗？好玩，开启。洗完澡精神很好哎。